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快速讲一下这个更新公告，因为这个更新公告呢，讲它是大更新又不算大更新，讲它是小更新又不算特别小的更新，因为它这一次更新呢，就有包括新的统帅啊，又有包括新的 KVK 地图，所以这边大部分的内容呢，我会简单带过啦。那么同样的，国际服更新的时间会比较早一点，会在7月30日的时候就更新了，然后国服那边会在8月3日的时候才更新，不过也是一样6点更新，只不过我们这边是 UTC 6点，但是这一次更新的时间比较短，只有2个小时而已，因为其实要更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内容呢都是要等到指定的日子活动的时候才会推出。也是配合这一次七夕情人节，所以就推出了这一次的活动。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并不是给我们一些好的福利，而是要坑我们的钱。这里就有包括艾斯梅拉达的祝祷，这个就是那个哈利波特转盘啊，就是你要花宝石，不然就是花钱才可以完成的活动。至于会不会有新的城市主题或者是新的装饰品，暂时还不知道。还有包括之前出现的那个刮刀活动，也是会再一次出现，有洛哈，还有包括鲁恩符文的这个活动，这个鲁恩符文好像之前也是出现过，有点忘记了。然后万国人气王玫瑰寄托人气与情谊，应该是要其他的玩家送一些玫瑰给你，你就可以变成万国最佳人气王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投票活动之类的。下一个部分，全新活动与统帅，大家看到新统帅不要这么激动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讲什么东西。全新王国竞徽活动即将开启先锋体验，系统将会把2个相近的王国进行匹配，展开荣耀与实力的争锋，双方王国将在备战阶段进行积分比拼，王国成员完成备战任务即可获得积分，每日积分更高的王国获得并得分+1，备战阶段结束后，总得分较高的王国将获得牵程至对方王国争夺辉耀高塔的机会，落败王国则需守卫本国的辉耀高塔。战争阶段，双方王国将在落败王国的领土上展开辉耀高塔争夺战。这个算是一个迷你的小活动这样子啊，感觉就是给我们在没有 KVK 的时期呢有一点东西做啦，不然有点无聊啊。那新的统帅呢是采集统帅来的这个就是之前我在越南线下聚会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的那位统帅，他会采集金币的速度快一点，然后可以看到他的天赋就是综合、采集、防御。但是这位统帅根据官方这边透露出来的消息呢，就是 KVK 一开始就可以获得这位统帅，所以相信这位统帅的强度也不会太高啦，所以你要拿出去打仗什么之类的应该也不需要。下一个部分，征服赛季相关内容，全新征服赛季剧本百将一星即将开启先锋体验。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就有观众问我，这个剧本算不算是年度剧本？其实我也不确定但是它有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啊，新版驻地，在新剧本中驻地统帅好感度到达指定要求之后，最多可以解锁3支资源技能，玩家可以从中选择1个生肖，其实有点类似像奥良之威这样子啊，就是你可以选择说哪个统帅他的技能你要放在第几个位置这样子，只不过他那个是3选1啦，还不至于说像我们现在的那个驻地技能这样子，统帅他给你的一些驻地技能是随机的，不一定会给你第2个，有可能给你第4个或者第3个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提到过的1个大的温泉加2个小的温泉，占领的方式跟黑暗祭坛是一样的，只是你在小的温泉里面你拿到的那个荣誉值会比较低一点，玩家最多可以派遣3支部队进入黑暗祭坛以及周围的区域，所以不一定是说成功胜利的那一方他们会占领大的，有可能3个温泉都被他们占领。另外一个之前有提到过的英雄战歌剧本开启全新的联盟建筑联盟雷场的先锋体验，联盟雷场由占领阵营要塞的联盟盟主分配给同阵营的联盟，获得分配的联盟方可修建，设有2个固定虔诚点位，仅虔诚至固定点位的玩家可以派遣部队进入雷场
决斗，位于固定点位上的城市无法被攻击。每场决斗中，进攻方和防守方派遣数支部队以集结驻方的形式决斗，双方部队将由系统控制进行1对1对决。决斗失败的那一方可从其余已派出部队中选择下一支上战场，直至决出胜负为止。优化剧本报名页面，关卡为固定时间开放的剧本，在对应剧本的右上角标记处新增提示气泡，便于玩家查看相关说明。那关于这个新的活动，我其实也不感到特别兴趣啦，反正我这个圈气兵账号应该是打不赢了。战斗及操作体验优化，更新了偃月阵。那偃月阵呢，之后可能会专门做一个影片讲吧，这个我还在考虑着要不要讲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从原本的10%变成12%，它这个提升呢，其实跟之前的楔形阵一样的，就是你不一定要转换去新的阵型，你可以保留原本的，它只是会把你原本10%变成12%而已。只是如果你有专属铭文的话，就要看它这个新的偃月阵 2.0 它的专属铭文提升有多高。如果提升的不错的话，其实可以转换成 2.0。 同样的也会出现在游历、委托、自选阵型宝箱、随机军器宝箱以及其他的活动中可以获得，像是刮刮乐之类的。然后在军器商店就可以获得锦旗类的军器专属铭文。坚壁御敌版本更新之后开放的 KVK 也是会在 KVK 商店里面增加古籍类的军器传说专属铭文。吹风陷阵优化了集团军相关功能，增加一键加入集团军的功能。因为现在加入集团军还是很麻烦的，你要点开集结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虽然它旁边多了一个加的按钮，但是还是要点很多步骤。优化了集团军界面，便于快速查看其中各部队的状态与兵力信息。创建集团军时新增兵种推荐选项，但时常看到有一些混兵种在集团军里边可能有工兵、骑兵、步兵，就变成你操作的时候那个速度就会不一致，手感没有这么好。它可以选择兵种之后会比较好一点。当加入集团军的部队受到攻击时，操作该集团军队的部队，玩家也会收到受击提示。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啦，因为有时候操作集团军的玩家根本都不在乎其他玩家的死活，如果会收到警示的话，至少还是会去稍微拉一下部队，还不至于让其他的玩家这么惨。联盟悬赏新增操作集团军部队击杀敌方单位的任务类型。成就系统新增操作集团军击杀敌方部队可获得的对应成就，还增加了一些东西。优化埃及之战中战局信息展示。首先就是在击败了那个 mini boss 之后，对应图标将按击败时间依次点亮，便于快速了解双方已击败阿努比斯类型与数量。战斗记录新增阿努比斯击败信息，展示所属阵营击败者阿努比斯名称及击败时间。这个早就应该要更新啊，等到现在才来更新。我每一次直播联赛的时候都不知道谁打下来呀，真的是搞笑啊。观战界面同时新增双方阿努比斯击败进度与时间信息，便于清晰的掌握战局变化。战略层新增奥西里斯灵柩与阿努比斯图标，并调整了筛选列表的排列顺序，优化了奥西里斯联赛与埃及之战的画面展示，优化了奥西里斯联赛中城市主题的场景表现。埃及之战新增参战人员名单展示、焦点成员城市主题展示等特效，整合了视效简化相关设置，原有视效简化开关将并入简化模式，开启简化模式后，大地图场景表现得更加简化，降低复杂特效对应战斗信息获取的影响。这个对于那些近战打架的玩家来讲会比较有提升啊，一个按钮就可以解决了。第6点是让我觉得比较无语的，你更新这东西来做什么东西？更新了神射手龙骑兵、萨尔卡、贝利沙留和西的主动技能特效及音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更新啊，这些统帅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要用啊，而且就算你有用的话，你也不会拿它去打架，你都不会去听到它的特效或者是音效之类的，除了你是新玩家之外啦。优化了军器描述弹窗的显示效果，当描述内容较长可滑动查看完整内容。优化了统帅分享功能，玩家将无法分享当前赛季不可使用的统帅，这个应该是讲 KVK 1跟 KVK 2的玩家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征服赛季统帅的一些信息了。最后还有其他功能，优化了行为分系统，新增月度行为分良好奖励，每月行为分保持满分且无扣分记录的玩家可在次月领取奖励估计应该就是什么200宝石之类的
联盟官员和盟主可以在联盟成员界面查看行为分低于80亿的成员状态。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啦，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